你想读读看台湾文学吗？今天我想和你介绍台湾的饮食文学，同时介绍茶叶蛋。如果你来过台湾，你在便利商店应该看过茶叶蛋。你吃过茶叶蛋吗？茶叶蛋的样子为什么有人说很像人参？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你吃过茶叶蛋吗？茶叶蛋顾名思义就是用茶叶煮的蛋。如果你来过台湾，你应该知道吃对台湾人很重要。在台湾，所谓的饮食文学不仅是用文字描述食物给人的感觉，更是描述文化人生的媒介。在历史上，茶叶蛋在清代的书中就已经被记载，所以这并不是一个最近才出现的美食。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位台湾很有名的饮食文学作家焦桐写的一篇关于茶叶蛋的文章。我们先来看焦桐在文章里如何介绍茶叶蛋的做法。焦桐在文章里说，要先用盐水小火把蛋煮熟，然后放凉，之后轻敲蛋壳，让蛋壳裂开，把蛋放进茶汤乳汁煮至入味，熄火浸泡2小时左右。茶叶用便宜的碎茶叶，多为红茶、乌龙茶，因为绿茶煮久了会有苦涩味。卤包的配方为甘草、八角、小茴香、桂皮、胡椒等。从刚才的文字就可以看到，焦桐描述了茶叶蛋怎么煮。之后他更将茶叶蛋的外表连接到人参。人参本来就不缺乏损伤与苦涩，既选择入味，就注定回不去水煮蛋的时光，回不去年轻时光。在这里，焦桐把白色的没有裂痕的水煮蛋比喻为年轻时光。那我们继续来看，那焦桐把茶叶蛋比喻为什么？那些裂痕，那深合纹路的表皮，像岁月的皱纹，像生活的历程，深刻、实在，饱满着记忆之味。如果你看了全文，你会发现他写这篇茶叶蛋的文章是想纪念跟妻子的回忆。其中他说了我觉得或许大人会懂的感觉。人生果然像茶叶蛋，偶有伤痕与毁坏，像烹煮的茶叶，略带苦涩，苦中带甘，苦中作乐，微笑中闪着泪光。茶叶蛋表现一种入味美，唯裂痕越多，越能入味。鸡蛋煮久后，蛋壳皲裂，茶叶之香循着裂纹渗入蛋内，蛋白弹牙，蛋黄绵密，带着清淡的酱味和茶香。你有没有吃过什么东西，第一口吃下去是苦的，然后后来尝到一丝丝甜味呢？作者觉得这就像是在人生的困难中，我们总是能够从中感觉到一点乐趣。就如作者说，笑中闪着泪光。就比如你很久没见到家人，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会哭，但你心里是开心的。泪光在这里指的是眼泪在眼睛里面闪闪发光。对作者来说，茶叶蛋的裂痕很像是你人生中那些苦的感觉，但是因为有裂痕，可以让你的人生有更多不一样，也让你的人生中不只有挑战、痛苦，还有甜。这就是苦中带甘，也就是苦中带甜的意思。对我来说，茶叶蛋给我的记忆是，大学时我在健身后会到便利商店买茶叶蛋，又或是去健行或爬山，会带茶叶蛋上山补充体力。因为台湾的便利商店卖茶叶蛋，所以我从来都没自己煮过茶叶蛋，直到看了焦桐的文章，我才自己煮。我觉得自己煮的茶叶蛋特别有味道，很好吃。你吃过茶叶蛋吗？茶叶蛋会让你想到什么回忆？如果你没吃过，你可以自己煮煮看，或是下次到台湾可以吃吃看茶叶蛋，到时候再跟我说茶叶蛋让你想到什么。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你可以在我的网站里找到自己的逐字稿，还有学习单，欢迎寄 email， 追踪我的 IG Mandarin with Local， 还有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按赞让我知道。我们下次见，拜拜。